磨磨唧唧的，你在这给我装什么装呀？啊！就当我没说，我们走了。妈，就你多嘴，让你别说。老太婆，出来！我叫着你没有呀？磨磨唧唧的。儿媳妇，你叫我呀？还我叫你呢？你聋呀？我不是叫你，我叫谁呀？你看这地脏的，拿扫把给我扫地去。儿媳妇，我这刚出院，身体不舒服，我怎么干活呀？还怎么干活？你也知道，你刚出院呀，就是因为你住院花了我们多少钱呀？整整几十万呀！我什么我？就是因为你住院，把我们全家的积蓄全部花光了。这出院了也不干活，在这出来干嘛？那我也不想生病，我也不想花你们的钱呀。可是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你在这给我装什么装呀？啊！你说你这个老太婆，你活着有什么用呀？你除了拖累我们，你这一点用都没有呀！儿媳妇，你就别打我了，我这刚出院，身体还没恢复好呢。还没恢复好呢，你那身体值几个钱呀？你这个老太婆，赶紧给我起来干活去，把地给我扫干净点。我这就起来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只要你少给我一口热饭吃就行。快去，别磨叽了！我告诉你，把这个事要给你儿子说，你给我试试。这老太婆，气死我吧！老太婆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扫干净一点，听到没？我知道了。妈，月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小伟回来了。妈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让你扫，我扫，你先坐。妈，先坐这吧。好，儿子回来了。是吧？月月，别扫了，来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呀？公司啊，这次放长假了，我想带着你和咱妈一起去旅游，正好咱妈病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带着咱妈一块去散散心。真的吗，小伟？但是要是带着咱妈去，她这身体刚恢复好，要带着她出远门，她能吃得消吗？没事的，月月。妈，你想去吗？我不想去。你怎么不想去啊？妈，你就去吧。妈坐车老是头晕，我就不去了。小伟，你看咱妈都这样说了，她不去，要不我们两个去吧？那行，那我去收拾东西。行。喂，小布，什么？公司临时有事让我回去加班？不是啊，小布，我这刚到家，哎呀，那行吧，行，我一会儿啊就回去。好。月月，这次啊公司临时有事儿，恐怕这次旅游啊去不上了，要不咱们下次再去吧。小伟，你这刚回来就要走呀？是呀，儿子，你也不在家多待几天。妈，月月，这我也是没办法呀，这公司临时通知的，我这不回去也不行呀。小伟，你看你这回来了，我还准备给你杀个鸡炖鸡汤喝呢，这还没有坐一会儿呢就要走了。月月，你这个鸡汤啊我就不喝了，你还是留着给咱妈你们两个一起喝吧，正好啊让咱妈补补身体。那好吧，那就留着给咱妈喝吧。行，月月，妈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儿子。妈，这小伟出去不是去给我们挣钱的吗？你不要恋恋不舍了。妈，你这怎么又咳嗽了？哎呀，小伟，你别着急，咱妈呀这2天有点感冒，我已经给她买过药了，你就放心吧。那行，月月，你在家就照顾好咱妈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放心吧。儿子，行了，老太婆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每次你儿子出差回来，你就在这咳嗽，我看你是成心的吧？儿媳妇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感冒了。感冒？
就你那点小心思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看你咳嗽呀，就是故意给你儿子看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儿子走了，家里现在就剩我自己了。你别在这愣着了，干活去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还愣着干嘛？去呀！磨磨唧唧的，一会儿把饭也给我做了。妈，你快一点，那边超市打折呢。好好好，哎，小伟，婶子，你这又要出差呀？是啊，婶子，最近公司业务比较多，有点忙。咦，儿子，你看人家小伟多能干。哎，对了，小伟，你妈的身体好的怎么样了？我妈的病好多了，多亏月月在家精心照顾她。小伟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知道。那有句话我不知道，该说不该说。你议论别人干什么？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婶子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呗。小伟，我妈，跟你说吧，别说了，你爸在家，你起开！我就看不惯他儿媳妇这样。小伟啊，咱们都是街坊邻居的，我就是实话告诉你吧。那你妈在家啊，那月月让他干这干那的，使唤他，还打他呢。你这做儿子的都没有做到位，整天就知道出差，也不知道关心关心你妈。是啊，小伟，这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媳妇虐待你妈，别人还都以为你接你妈过来是享福的呢。这不可能吧？这平常月月在我面前做的可好了，都精心的照顾我妈，她不可能这样做的。哎，小伟啊，既然你不信呀，就当我没说，我们走了。妈，就你多嘴，让你别说别说。这他们两个到底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要不我还是回去看看吧。老太婆，我让你干活的，你在这躺着干嘛？儿媳妇，我实在是干不动了，我晕得厉害。老太婆，你别在这给我装了，装什么装呀？我为你换着，你给我起来干活去，别在这躺着。我实在是站不起来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没力气是吧？我让你没力气，没力气，没力气！别喊！不要打了！你这死月月，你干啥呢？小伟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晕倒了？快起来！你给我起开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装什么呀！小伟，你推我干嘛呀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做错什么了？你心里面不知道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对待我妈的。我每次高高兴兴的出差，我都以为你都在家精心的照顾我妈。你是怎么做的？我刚刚出门的时候碰见婶子，她给我说，我还不相信。要不是我回来亲眼所见啊，我真没想到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。小伟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平时对妈可好了。妈，你快说呀，我到底怎么对你的？你告诉小伟。妈，你别怕，有我在呢。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出来。他之前是怎么对你的？儿子，自从我生病之后，他对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天天让我干活，让我扫地，让我洗衣服。我要是给他弄不好，他还打我。我过的日子简直就不像一个人过的生活呀！你还有点良心吗？月月，我就问问你，自从你嫁到我们家以后，我哪一点对不起你？我妈又哪一点做错了？你再怎么说，你也不能打老人吧？我妈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，就连这个房子也是她花钱盖的。如今我们能过上这样的生活，都是她给的。当年你那个娘家弟弟在外面胡吃海喝，欠下了一屁股债，你们家没有钱。我妈听说你们家出事了，是她给你弟弟还的债，你知道吗？她四处去借钱，就差给别人跪下了。小伟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妈，你就原谅我吧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好。你收起你那一副丑恶的嘴脸吧！我告诉你，妈只有一个，要是没了就真的没了。媳妇儿要是没有了，我可以再娶，咱们两个离婚。
小伟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跟我离婚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了，我现在看见你我就恶心。你现在赶紧给我滚，不要在这个家待着了。不走。你赶紧给我走，妈，快走！小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妈，之前确实是我做错了，你快给小伟说说呀，我们不能离婚呀。小伟，月月，既然他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人呀都有犯错的时候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不好吗？月月，你听到了吗？妈到现在还护着你呢。小伟，你别说了，以后我会好好对咱妈的。行，月月，看在咱妈的面子上，我今天就原谅你这一次。如果再有下次的话，咱们两个必须离婚。我知道了，小伟，以后不会犯了。妈，你饿了吗？我就给你们做饭。好。妈，走，我们回屋。